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哈。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是第2971题啊，所谓的找出最长周长的多边形。好，那它这边的题目是这样的，它给你一个正整数的一个阵列。名称就叫做numbers， 所谓的，那它要你找出最长的周长，然后所以它这边就给了一个，应该算来讲是一个不等式，那就基本上你排序好，从 A1、A2 一直到 AK， 那前面的 K 减一个。如果大于最后一个的话，那它就一定会有 K 边形的这样的一个多边形，那它的边长你就把它相加，就是它的一个周长 parameter， 当然有可能就是说你找不到的话，就请你传回复议复议。那我们知道这个当然就类似这种小学数学，我们当然知道嘛。如果说你给三个数字，它会变成一个三角形的边长，当然就是你最长的那边最长的那边是不能大于另两边的和嘛，这是一定知道了。好，所以我们看它这里例题第一个当然就三个都是5那这个当然就是正三角形的边长，这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看第二个的话，你当然要看的话，当然最好你先要做排序，所以它排序之后呢，它就会1。那基本上呢，从小而大你把它加起来，看它会不会比它下一个来的大。那原则上我们如果做这样一个动作，我们发现一直到5为止，一直到5为止，它加起来的话是12，就是蓝色的底线的部分加起来是12，但是到12以后呢，当然就不行了嘛。所以我们知道它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大概就知道它的一个最长的一个周长呢是12。那第三个的话呢，当然就不可能嘛，这个三角形的这50比前面两个和还要来的大，所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3个例子。那我们看它的 constraint 那它 n 最小当然从3开始最大可以到10万。它的 array 长度呢，甚至可以到10的9次方所以这个在写这个程式的时候，你当然还是要考虑它的一个效能。好，解这样的问题呢，当然我们想把这个所谓的K 边形的它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呢，我们直接把它找出来了。假设这些数字都已经排序好，就是排序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你是一定要做的。它只要满足这样一个不等式，前面 K 减一个的和是大于最后最大的那个值，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K 边形它就会存在。所以我们主要是要透过这个不等式去解题。那几何部分呢，当然是很明确。那所以我们解题的那个一个步骤呢，我们大概解释一下我们的演算的步骤。基本上我们的步骤呢，因为前面这个都主要是要透过这个不等式所以我们的步骤当然第一步当然先排序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就先从三角形先考虑嘛，我们先找两个最短的边的和。好，然后基本上我们我们这边就用一个回圈计数回圈 for 回圈
我们从 I 从2到 n 减1，n 代表的就是它这个阵列的个数嘛，好，元素个数。那只要是它这个和是大于最后面的那个值的话，原则上它这个周长就是它这和再加上这是 number 在 I 的值，然后我们在这边就讲 numbers I 加到这个 sum 里面，最后我们要传，当你这个回圈结束之后呢，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 parameter 它是不是0如果是0就代表它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传-1，那其他情况代表它是已经有存在某一个 k 边形你就将它的值就传回去，所以这个基本上它是它的步骤。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这边重点是我们这边其实是用到所谓的贪婪演算那我们为什么这个贪婪演算是可以进行的呢？我们当然稍微说明一下。好，我们的贪婪演算为什么可以进行？那基本上我们当然就是重复的使用这个不等式就假设，当然我们是在这边我们是假设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k 边形，那基本上它这边就是小于等于而不是大于。所以接着我们就会考虑它的下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它会不会有 k 减1的多边形。那所以原则上我们当然可以去取后面 k 减1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那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这为什么这个不可能呢？它是没办法形成一个 k 减1的多边形。那原则上，因为你考虑这个不等式，那你这边你把这个A1 已经拿掉了，在 A1 拿掉的情况之下，它这边的不等式依然是成立，所以那样的 k 减1的多边形是不存在的。好，那我们会问，如果说我们要拿随便任何一个AI 把它拿掉，比方说我们把任何一个 AI 拿掉，但是它一定会包含包含这个最大的 AK 那其实原则上你把任何一个 AI 拿掉，它原则上它这个不等式它还是成立所以那样的 k 减1多边形都不会存在的。所以我们只有唯一一个选择，就是只能去考虑这个情形，看看你这个 A 加1 A1 加 A2 加 A3 加到 AK 减2是不是会小于等于？应该讲会不会大于应该说会不会大于 AK 减1如果会大于的话如果是大于的话，我们当然就说我们就找到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要继续的往下再找当然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当然可以去写一个演算但我们的实作的方式，我们就是把它反过来做。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实作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的课其实蛮简短的我们这边当然是做适当的一个优化基本上呢 compile 是 GCC 嘛，那让它快一点的话，我们就设它为静态的 method 那所以第一步当然是先去排序然后我们这边做 parameter 的初值当然设为0，上的初值就前面两个最小的边的和，然后回圈从2一直到 n 减1去跑如果说你前面的和是大于这一次numbers 在 I 的值的话，原则上那当然就是可以找到某一个k 边形所以 parameter 呢就
是 sum 加上 numbers 在 i 的值，好，然后我们下次迭代进行下次离开这次迭代之前呢，我们将 sum 啊，我们将 numbers 在 i 的值加到 sum 里面，啊，最后我们当然就返回的值啊是如果是0，当然就是-1，如果不是0，就代表你之前就找到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C++ 实作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在 LeetCode 的一个实作的一个情形。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用 Python 来实作一遍啊，看看它的一个情形。然后我们的第一步当然是先将这 numbers 先做排序，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效能可能比较好。它的一个个数边的个数就是 length of numbers。好，然后我们设它的边长，简单起见，我们就初值先用 p 来代表，开始是0，然后和的话，一开始当然是前2个最短的和。好，然后原则上我们大概就是用回圈回圈的话，我们看看是用容器的，好的。所以我们的 x 呢是在 numbers 应该是从2以后，好，那如果说我们的目前的sum前面的和是大于这一次的 x， 那基本上我们就讲那个周长呢，它就是等于 sum 加上这次的 x。好，那原则上呢，我们都会将我们的 sum 做更新。好，最后我们看看如果我们的 p 是0的话，我们当然就是 return -1否则的话，我们就 return p。好，那我们看看正不正确。这边少了一个冒号。好，这3个 case 应该都正确了。那我们将它 submit。好，我们看看我们那个执行的一个情形。那基本上大概是544毫秒，大概是在中间。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有关C++的部分刚刚其实也讲过了。好，那我们让它执行。好，大概再 submit 看看。基本上大概这算蛮快的大概是打败 99.99% 的C++ 使用者。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